新北市的幼儿园传出了有8名孩童验出了3级毒品巴比妥的药物残留，让许多的家长人心惶惶，更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幼儿园喂药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新北市发生了一起幼儿园疑似喂食毒品给幼童的案件。事件爆发之后，家长还有新北市政府两边都曾经出面召开记者会，但两造之间的说法有很多出入的地方，也让相关的争议不断的延烧。而这起事件掀起的轩然大波，也让很多家长非常担心，有些人甚至开始主动的带小孩去采检。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主要会从3个讨论度最高的争议，一起来看看这起事件的脉络。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每天会做多久呢？我们团队的大家工作形态大多都是坐着打电脑，一天可能会做10个小时以上，这也导致大家总是觉得肩颈僵硬啊、腰酸背痛，所以有很多的同事都在说想要买一张升降桌，让自己无论站着坐着都可以工作。但电动升降桌动不动就破万的价格，总是让人买不下手。不过这次丹麦美学家居品牌 Mindcase 推出的电动升降桌 Allround Desk 不仅外形超美价格也很赞，1万元以内就可以入手，让不少同事都很心动。而且现在嘖独家的超早鸟优惠，最低58折起，已经在最后倒数中了，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需要的大家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一起来解放腰椎吧。今年的4月，板桥有家长发现自己就读幼儿园的小孩脾气变得非常的暴躁易怒，甚至呢还会有撞墙啊、扯头发的自残举动。家长试着询问原因，但小孩都避而不谈。直到家长再三保证以后不必再上学之后，小孩才终于说出他的烦恼。他告诉爸妈，如果在幼儿园表现不好，就会被老师打，甚至还会被要求喝彩虹药水。而且老师还威胁他们不能够把这个秘密告诉爸妈，如果被发现的话，就会被老师处罚。后来他们又发现在同一所幼儿园有家长也因为小孩出现情绪状况，4月底带去医院采检，结果居然验出了2种的药物残留。那这2种药物呢，都是中枢神经抑制剂，主要是用来镇静跟安眠。那如果长期使用，除了容易成瘾，也会出现嗜睡啊、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还有判断力减退等等的状况。因此这些药不仅被列为管制药，法务部的网页还把巴比妥列为3级毒品。而这个惊人的结果让家长们决定到警局报案。5月14号，有3名家长到新北市海山分局报案，怀疑学校老师故意喂食幼儿药物，还有不当体罚。直到6月8号为止呢，已经有17名家长报警。目前检调单位展开了2次搜索，查扣了幼儿园的监视器主机、老师的手机、文书记录等等，用刑法的伤害、妨害未成年人身份健全发育等罪名在扩大侦办当中。而事发的那所幼儿园也因为有很多的孩童的体内都验出药物反应，目前已经被主管机关新北市教育局废止了设立许可，并且裁处最高罚款15万元。不过本周6月15日早上又传出汐止有一名孩童体内被验出有管制药物残留，让很多人开始担心这次的喂药事件可能并不是个个案。从事件爆发至今，有很多家长群组除了恐慌更是愤怒。那接下来我们会针对目前讨论比较高的3个争议来整理这起事件的相关资讯。首先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为什么小孩体内会验出这种成分？是老师故意喂食的吗？这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是不是药物管制出了问题？根据联合报的报道，园长啊还有老师呢，在接受警方询问时都否认下药。他们说监视器上面的喂药画面是前阵子流感严重，受到家长委托喂食小孩吃感冒药水，可能是因为药水的颜色很多种，才会被小朋友误会是彩虹药水。而新北卫生局也强调，他们已经清查了医疗院所的管制药品，目前都没有出现异常。不过某些药品含有微量的巴比妥成分，而这类的复方药物呢，并没有列入管制，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前阵子的检测报告里面呢，只有1位儿童体内的含量数字比较高，其他都只是微量检出而已，事情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甚至还有人更进一步的推测，这些微量的检出呢，说不定是自然接触或是水源污染造成的，不一定是老师故意喂药。而另外，台北荣总的杨正昌医师呢也提醒报告的数字需要小心解读，因为也有可能刚好是伪阳性的情况。不过这些说法呢，让很多的家长以及部分的医生都不能够接受。
有家长出示联络簿证明他的小孩没有脱药记录，却还是验出了巴比妥残留。而即使有脱药记录的家长，也提出了健保资料反驳，他们孩子吃的感冒药水成分都没有包含巴比妥。而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也发出声明表示，如果病人没有癫痫的神经疾病，医生是绝对不可能开立巴比妥盐药品给儿童病人服用，更不可能开给儿童还有巴比妥盐的复方药品。他们认为卫生局不应该在调查还没有厘清楚之前，就直接影射药品是来自于合法的医疗院所。而至于自然接触水源污染的说法，有小儿神经科医师痛斥完全是推卸责任、胡说八道。他认为自然环境当中不可能存在巴比妥，那如果真的有水源污染，也应该全部的人都会被验出来。因为就他的临床经验来说，不管浓度多微量，只要超过1，就几乎可以证明这些孩童曾经服用过相关的药物。因此要查的可能不是阳性报告有没有出错，而是到底为什么这些小孩会吃到巴比妥。有些家长也质疑现在之所以验出来多半会微量，可能根本就只是因为太晚裁剪，很多药物都已经代谢掉了。那关于这个说法呢，就牵涉到了第二个争议。第二个争议是家长认为新北市政府处理这次事件的态度非常的消极。以刚刚的裁剪来说，5月14家长就已经报案了，但卫生局却迟迟没有裁剪。6月2号他们找立委澄清之后，6月5号卫生局才针对事发的幼儿园展开全面的血液检查。可是，一般的血检只能够追踪3天内的用药状况。换句话说，如果孩子早在4月初就吞下了相关的药物，那6月的血液检查可能根本就验不出来。所以很多人都批评新北市隔了22天才有动作，而且还安排了意义不明的血液检查，真的不知道在干嘛。如果他们真的有心处理，那也应该要采用毛发检测，才能够验出比较长时间的用药情况。而另外，在6月6日当天，国民党议员刘美芳在议会质询时，曾经说自己其实早在4月就已经接获了这个案子的澄清。隔天，民进党立委张宏禄也说，4月的时候有家长就已经通报了1999市民专线、市长信箱，但市府迟迟都没有回应。而且还有很多的家长指控，5月中报警之后，新北市教育局的态度还是非常的消极，不只没有主动对外公告请大家注意，也没有对家长还有儿童提供心理辅导、医疗资源。那如果该幼儿园的家长想要帮小孩转学，教育局也只能够用电话提供他们其他幼儿园的名单，让家长自行联络。立委往往预说，如果是其他县市发生幼儿园不当对待事件，地方的教育局就会帮忙协调幼儿转到其他的园所就读。所以他批评新北市的做法实在是太被动了。那针对这些质疑呢，6月9号新北市政府也召开了记者会，公布时序表，并且对外回应相关的疑问。针对拖了22天才验血的质疑呢，教育局表示，其实早在5月22号，他们就已经有提供免费的采检窗口，让家长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去采检。而6月5号的全员采检是为了要配合司法侦办而安排的。这个呢，早在6月1号就开始规划，并不是因为6月2号看到家长的澄清记者会才开始动的。至于为什么只验血不验毛发，卫生局长陈润秋解释，就他所知，目前没有任何医院有提供毛发检测苯巴比妥的服务，但已经将由医院检验毛发的幼儿名单交给了检察官。如果有医疗院所可以检验，就会安排后续的采检。另外呢，新北市政府也表示，他们清查了市长信箱4月的1999进献资料，里面都没有这次案件的相关内容。而前几天说4月有接到陈情的刘美芳议员，接着也改口说自己记错了，应该是5月12才接获陈情。那立委张宏禄也强调说，当初会说1999只是引述别人的话而已，自己不是消息来源。而关于教育局非常消极的指控新北市教育局回应，他们在5月15号收到通知之后，就立刻前往幼儿园稽查。同时，社会局也启动了1对1个案追踪。从6月8号开始，教育局也提供1对1的咨询说明会，针对此事件后续的医疗照护幼儿转学的心理建设以及退费赔偿提供咨询，希望减轻家长的疑虑。对于市府的回应，还是有些人不买单。立委罗致政说，他在询问几位家长之后，发现5月15号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到园稽查，而且虽然规划全员采检的时间比记者会早了1天，但也可能是因为知道隔天要开记者会才赶快规划的。有家长指出，早在5月12日呢，也就是教育局宣称他们展开稽查的前3天，该所幼儿园就直接对外公告说7月底会歇业。种种的迹象呢，让很多人怀疑新北市政府动作之所以那么慢，可能是因为这家幼儿园的后台很硬。
针对这点呢，有网友去起底幼儿园的负责人，就发现2018年呢，他曾经各捐赠了10万元的政治现金给国民党的罗志强园丁手中。而另外呢，也有人觉得媒体们的表现非常的奇怪。早在5月中，这起事件就在很多的家长群组跟网络讨论区引起讨论，但当时媒体都不报，一直到6月初才开始有，而且一直到现在连是哪间幼儿园名字都不敢说，所以不少人怀疑可能是有人刻意在压新闻。而上个周末呢，还有人发现，如果在脸书搜寻巴比妥，会完全找不到相关的贴文，但如果换成英文账号或者是用错别字，就能够找到资料。有人觉得呢，这种管控言论的方式很中国，怀疑是亲中的祖克伯在搞鬼，或者是脸书的上海办公室想要帮助这个幼儿园或者中国国民党压新闻，所以封锁搜寻。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说法都太牵强了，缺乏证据，根本就只是阴谋论而已。针对国民党护航幼儿园的指控呢，罗志强表示，他收到政治现金确实跟幼儿园负责人同名同姓，但这位支持者只有默默的捐款，并没有请托他任何的事情。而至于压新闻的质疑呢，有人往前回溯，发现呢，其实从5月18号开始就已经有不少的媒体报道过这起幼儿园喂药的事件，但可能因为当时的内容多半是讲幼儿园疑似喂食安眠药，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一直到后来出现幼儿园涉嫌喂食毒品的说法，热度才慢慢的窜升。那为什么媒体都不敢报道名字呢？这部分可能跟儿少法69条有关，因为法规规定呢，在报道新闻时不能够在内容当中提到能够辨识出儿童身份的资讯，因此幼儿园的名称小朋友的名字都不能够被揭露。而至于脸书的部分呢，中央政府的数位发展部说明，为了不能够让民众轻易的接触到毒品从2018年开始，他们就跟脸书配合，限制毒品名称的搜寻结果。不过这个说法呢，也被很多人质疑为什么更常见的这个安非他命就能够搜到？那虽然有人猜测呢，是因为短时间巴比妥的搜寻量暴增，所以触发了脸书的防护机制，但这个部分的质疑呢，目前脸书官方还没有出面回应。这几年，我们团队陆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升格成为人父或者是人母，所以我们在追踪这起事件的时候呢，感受非常的复杂。以社会议题讨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承认刚刚讲到的一些质疑确实都缺乏充分的证据，尤其随着选举越来越接近，不管什么议题都很容易牵扯到不同党派的立场，成为各方人马互相攻防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大众接收到的资讯常常会更加的混乱。所以我们会认为在最后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呢，如果是未经多方证实的指控，恐怕都只能够先当参考而已。但换个角度，对家长来说呢，这个事件5月中报案直到6月4号市府才出现的第一篇澄清稿，这中间的等待肯定会让家长非常的担心，有没有可能自己的宝贝孩子在某一天呢，也接触到相关的药品，成为受害者呢？毕竟大家最在乎的一定都是小朋友能不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所以我们诚挚的希望一切的疑点呢都能够早日水落石出，而相关案例只是个案，不会再扩大。那所有被牵扯到的这个家长还有学童呢，也都能够受到应有的照顾跟关怀。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你最在意哪一个部分呢？巴比妥到底从哪里来的？小孩身上为什么会检出残留？B. 新北市政府到底有没有及时的处理事件？C. 媒体是不是被压新闻才不敢报道？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幼儿园喂药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的托婴困境以及为何虐婴层出不穷。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